正在拼命救人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恐怖的嘎吱声，残破的机翼摇摇欲坠，下方正瘫坐着一位体力不支的孕妇，处境岌岌可危。杰克来不及多想，拼命朝孕妇的方向冲过去。Move! Move! Get her up! Get her out of there! The wing! 可刚扶起孕妇，沉重的机翼便轰然砸下，金属的撞击爆发出死神新一轮的咆哮。好在孕妇并没有大碍，安抚好她之后，杰克继续搜寻其他的幸存者。可由于刚刚剧烈的爆炸，幸存者也变成了遇难者。殊不知，他们的劫难才刚刚开始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幸存者们在海边燃起篝火，满心盼望着救援队伍早点赶来。可他们浑然不知，这座孤岛会将众人牢牢困在这里，不仅等不来救援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。杰克第一时间想到自救，但是他们必须先找到驾驶舱，只有那里才有无线电发射器。凯特清楚地记得，飞机越过山谷时，他看到了烟，机头很可能就坠毁在那里。两人打算天一亮就出发，可就在这时，丛林深处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。声音阴森诡异，听得人毛骨悚然，像是有巨型的未知生物在林间游走。所有人紧紧盯着漆黑的丛林，心中满是惶恐。没人知道岛屿的深处究竟藏着何等恐怖的存在。第二天一早，杰克带着凯特和查理徒步前去寻找驾驶舱，殊不知前方却充满了未知的危险。一进丛林，天公不作美，便下起了雨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三人终于在山谷洼地里找到了飞机的前半截机身，机头残骸斜卡在两棵大树之间，机身破损严重，里面一片狼藉。他们顺着机舱艰难地爬到驾驶室门外，稳住身体后，杰克抄起一把锤子，用力砸开紧锁的舱门。You okay? 好不容易进了驾驶室，他们立刻开始分头寻找无线电。机长居然还活着，剧烈的撞击让他患上了脑震荡。此刻他的意识清醒，身体却极度虚弱。得知他们是来找无线电求救，机长道出了一个让人绝望的真相：飞机起飞6小时后，无线电就已经失灵，外界根本没人知道飞机已经失事。当初他本想掉头迫降斐济岛，可遭遇强气流后，飞机已经偏航了1000多里，救援队伍只会沿着原定航线搜索，他们永远找不到这里。几人心里瞬间凉了半截。好在飞机上还有一台无线电收发器，可等凯特帮机长拿过来后，绝望再次扑面而来，机器早已损坏。还没等他们从绝望里抽离，丛林深处又传来了那阵熟悉的恐怖嚎叫。声音比昨晚更近更清晰，带着一股逼人的压迫感，仿佛那东西正朝机头这边快速逼近。所有人都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偏偏机长不怕死，执意探头查看外面的动静。突然一股莫名的巨大力量猛地将机长拖入丛林。只留下一脸惊恐的三人，紧接着失去支撑的驾驶舱从树干滑落，重重砸在地上。生死关头，杰克抓起损坏的无线电，三人惊慌失措地逃了出去。奔跑途中，查理不幸被树藤绊倒在地。杰克听到喊声，急忙冒死回去救人。凯特连滚带爬躲到一棵大树下，回头一看，身边早已没了同伴的身影。他强忍着悲痛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，生怕惊动了那个恐怖的怪物。片刻后，身后突然传来动静，凯特紧绷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。才发现是查理赶了过来，只是他和杰克中途走散了。雨停之后，两人壮着胆子原路返回寻找杰克。就在这时，凯特在水坑里发现了一枚机长的徽章，紧接着杰克也安全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机长被怪物杀害，尸体被丢弃在树干上，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怪物的模样。失落的三人带着坏掉的无线电，忐忑地踏上返程，期盼有人能修好它。另一边，小男孩沃尔特进入丛林寻找自己的小狗文森特时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副手铐。这个物件瞬间在幸存者中掀起恐慌，大家这才意识到幸存者中竟藏着在逃的危险犯人，猜忌的种子就此埋下。回到沙滩后，凯特没有把机长的话公之于众，他担心真相会彻底击溃众人的心态，让局面彻底失控。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幸存者中的萨伊德曾担任通讯兵，精通电路技术，大家把修好无线电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。凭借过硬的本领，萨伊德成功修好设备，可测试后却发现新的难题：沙滩地势低洼，山体遮挡了信号，无线电根本无法向外传讯。他当即提出必须登上小岛的最高处才能顺利发出求救信号，可此时设备电池仅剩不到2小时电量，
时间万分紧迫，凯特立刻着手组建探险小队，奔赴山顶。不巧的是，一名乘客被铁片贯穿腹部，急需手术处理，一旦引发败血症，便性命难保。身为医生的杰克这次就无法一同前往了。临行前，他反复叮嘱凯特务必小心丛林里的神秘怪物。随后，凯特带着小队立刻出发，他们翻越连绵陡峭的高山，穿过密不透风的原始丛林，沿途的气氛诡异得让人发慌。灌木丛中突然传出低沉的嘶吼。众人吓得四散奔逃，唯独索尔站在原地。他迅速掏出手枪，果断扣动扳机。一头庞然大物轰然倒地，众人凑近一看，全都目瞪口呆。袭击他们的居然是一头成年北极熊。热带荒岛上出现北极熊，这完全违背常理。这座岛屿绝不简单，背后一定藏着难以解释的超自然力量。可是飞机严禁携带武器，索尔的手枪从何而来？索尔解释，枪支是他从沙滩上一具法警的尸体旁捡到的。他还拿出警徽佐证，结合此前沃尔特捡到的手铐，萨伊德立刻心生怀疑，索尔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危险的在逃犯。他杀害法警，挣脱手铐，还夺走了配枪，现场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凯特趁其不备，从身后一把夺下手枪，为了避免枪支引发冲突，他将枪械拆分，弹夹由萨伊德保管，枪身由索尔保管，这样大家才能放心。之后小队继续向着山顶前行。海滩这边，杰克找来一位同伴帮忙，准备给重伤的男人做手术。谁知刚拔出体内的铁片，惨烈的场面就把小胖直接吓晕过去。没过多久，男人缓缓苏醒，而他正是那名遇害的法警。他示意杰克翻看自己的口袋，杰克掏出里面的通缉令，看清照片的瞬间彻底愣住，上面的通缉犯竟是平日里看着从容友善的凯特。Dangerous. She's dangerous. 另一边，探险小队历经重重险阻，终于登上岛屿的制高点。萨伊德立刻启动无线电调试频率，竟然奇迹般的接收到了讯号。Hey! We've got a bomb! Mayday! Mayday! What is that? Feedback. 可他们却无法向外发送消息，原来这片频段早已被别人占用，而且信号来源极近，分明就在这座岛上。他连忙切换频道，扬声器里传出一阵清晰的法语女声，循环播放着一段求救留言。同行的沙伦正好懂法语，当场给大家进行翻译。She's saying, please. She's saying, please help me. Please come get me. I'm alone now. On the island alone. Please, someone come. The others, they're dead. It killed them. It killed them all. 根据信号衰减规律与频率测算，萨伊德得出了一个惊悚的结论：这段求救信号已经在这座荒岛上循环播放了整整16年。16年不间断的求救，意味着早在多年前就有一批人被困在这里，最终除一人外，尽数遇害。而这段旧信号持续霸占频段，彻底阻断了他们向外求救的可能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他们是否能活着走出这座孤岛？那个16年前的幸存者到底是谁？而那句他还活着又究竟是警告还是陷阱？我是景荣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